最近一段时间，国际形势风起云涌，全球似乎都处于战争的边缘。东欧地区乌俄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东亚地区的朝鲜发射了星火17洲际弹道导弹，金正恩甚至直接放话称已经做好了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准备。而台海地区的局势也日益紧张，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的亚洲之行引得相关方面剑拔弩张，而在这些军事行动中，都出现了一型神秘的侦察机，即美国空军的 RC-135系列侦察机。火力军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这款侦察机究竟有何过人之处，使得全球范围内只要发生热点冲突，美国就会派其前往接近侦察。在聊该款侦察机之前，首先应当说明的是 RC-135 并非是单一用途单一型号侦察机，而是美国以波音707客机作为平台发展起来的多个型号功能各异的电子侦察机系列。1964年，美军为了满足全球战略性电子侦察的需要，并实现对全球热点地区和竞争对手的不间断窥视监听，决定将波音707-4发大型客机的军用型号 C-135 运输机改装成专用的电子侦察机，而负责改装的即是美国著名的雷神公司。该机后来被正式命名为 RC-135 高空长航时侦察机。最早期的 RC-135A 基本上还是以光学相机为主要侦察手段，改进后的机型命名为 RC-135B， 以电子信号收集跟监听为主要任务。但由于电子技术发展太快，和美军对侦察手段的要求不断提高， B 型尚未服役就升级成了 RC-135C 型。C 型采用了侧视侦察雷达、新型机头天线罩和腹部摄像机。RC-135C 一直隶属于美空军打击司令部下属的第55联队，常驻基地为美国本土的奥夫特空军基地，是任务需要派驻全国各地的美军基地。RC-135C 则是第一个执行全球战略侦察任务的 RC-135 家族成员，尤其着重于西太平洋地区。第55联队的 RC-135C 轮流派驻冲绳岛的美军加手纳基地，每次从本土的奥夫特基地出发，跨越太平洋飞往日本，沿途还要执行一些秘密任务。到达加手纳基地后，转为每周执行一次20小时左右的当地任务，其固定任务就是对俄罗斯的远东军事基地、朝鲜半岛区域以及台海附近区域进行接近侦察。当时美军形容 RC-135C 是电子情报的真空吸尘器，能吞噬大量的电子信号，并能高效地加以定位、识别、提取、分类和处理。机上存储了已知的敌方典型目标的电子信号特征，只要将收集到的信号一对比，就可以发现敌方的雷达、导弹等目标的参数配置和工作频率，从而得出非常重要的情报。如发现未知的电子信号，可以将其存储并带回基地，交由情报部门专门进行分析研判。而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美军又 RC-135C 的基础上推出了 RC-135V 和 RC-135W， 用于实时收集电子情报，对信号源定位、分析、记录和处理。美军目前在东欧及西太平洋地区的侦察任务，基本上都是由 RC-135VW 型在执行。这两款 RC-135 亦被称为 Air Seeker， 其配备了最先进的传感器套件，机身上装备了大量的电子侦察天线和电子侦察设备和大功率雷达系统。RC-135V 型机身下增加了多个天线，机翼加装了新型通讯天线，机身上部设置了特高频、甚高频天线。RC-135W 型则与 V 型外观相似，都加装了俗称猪鼻的大型机头雷达罩，区别只是机头机腹的天线数量。VW 型可以收集敌方预警雷达、搜索雷达和火控雷达的各种技术参数，并能对其精确定位，能够跟踪和识别地理
理定位信号，侦察范围覆盖目前世界上大多数雷达信号，而且精度相当高。机上通信信号侦察系统可侦察到音频、画频、电传、电报等信号，在1万米高度巡航时能探测到600至800公里外的电台，收集到的情报可以直接存储起来，也能够实时传回地面站或其他空中平台。RC-135VW 可飞抵离被侦察方领土、领海很远的位置，就能够监听对方的动向，被侦测方的各种电台信号，包括雷达信号的数据，都能被 RC-135VW 轻松获取，而对方却因其在国际空域，从而无法击落 RC-135VW。因此，其没有被击落的风险。所以 RC-135 全系列除了装备一些电子干扰系统和热诱弹外，并未有其他武器系统。RC-135VW 型配备了一个全数字化玻璃驾驶舱，机上共载有30名机组人员，这些成员来自不同领域，包括3名负责飞行任务的机组成员，还有数名人员的电子战小组、数据联络员、情报官、信息整合军官、语言处理专家等人，可以说是一个分工明确的庞大空中监视单位。RC-135VW 型的机载光电传感器可以追踪电磁频谱内的地理定位信号，并通过安全的卫星通信数据联络，将捕获的数据传输给专业操作员，从而支持情报行动。在乌俄战场上，RC-135VW 侦察机由美国空军和英国空军共同运营，堪称信号情报监听专家，能快速发现俄军雷达、通信节点、电子战系统和武器发射架的位置和类型，从而帮助乌军构建俄军的高价值目标分布图，详细注明俄军防空、指挥和控制等关键数据。不仅如此，它还具有拦截和监控大范围内的通信聊天的能力，甚至能够识别俄军发布的电子战斗指令，并可以将关键信息直接传递给地面上的乌军，为乌军发现并打击俄军司令部和弹药库提供了大量宝贵数据。RC-135家族中，除了经常出现的 VW 型外，还有个鲜为人知的型号，即 RC-135S 眼镜蛇球侦察机。该款侦察机极为特殊，专门负责侦测弹道导弹，因此全球只有3架，而其中的2架就部署在日本冲绳的嘉手纳基地。RC-135S 从外形上来看，与其他的 RC-135 系列侦察机相似，但其配色却独树一帜，采用了独一无二的熊猫配色，飞机的右翼和发动机被涂成黑色，在 RC-135 侦察机家族中最为抢眼。而眼镜蛇球为何采用这样涂装，也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在上世纪60年代服役的最初几年，前苏联大多数弹道导弹实验都是在晚上进行，其早期装备有16毫米、35毫米和70毫米的摄像机，以及专门拍摄导弹弹头的紫外和红外设备。而随着苏联逐步转向白天发射弹道导弹，于是引入了新的相机镜头，但该飞机的机翼上部偶尔会反射的阳光使相机的拍摄模糊不清，于是美国空军随后对飞机进行改装，飞机的右翼和发动机内侧被涂成黑色，以减少眩光。尽管随着技术进步，目前早已没有必要，但作为依旧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因此该款侦察机拥有独一无二的熊猫配色。该机机身右侧的4个大舷窗内装有能探测到洲际导弹载入弹头的光电侦察系统，专门用于监察俄罗斯、朝鲜等敌对国家的弹道导弹情报，是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一员。总体而言， RC-135 系列侦察机作为美军的一种侦察利器，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其他国家的各种情报。RC-135 获取的情报能帮助美军洞悉敌方部队和装备的运作情况，从而判断出其作战意图，取得知己知彼的主动性，可谓是美军先敌出动的探路先锋。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 RC-135 系列侦察机的价值如何？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